大家好，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 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好吃的小吃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客家菜包，又称猪笼板，很可爱的名字吧。客家菜包呢是以米做外皮，馅料是鲜美的萝卜丝、绞肉、鲜香菇跟虾米，软 Q 的外皮加上鲜美的馅料，简直就是超好吃可以形容啊。外皮还可以做成不同的颜色跟风味，变化超级多。Q 弹软糯的外皮搭上鲜美的萝卜丝馅料，我觉得完全不输鲜肉包哦。做好的客家菜包甚至可以用平底锅煎一下，或是用气炸锅炸一下，超级好吃。猜我说了几个超？这个超好吃的客家菜包，我们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有需要的朋友请多加利用。先把食材前处理一下，干香菇泡软之后切丝，虾米泡软之后切碎，新鲜的白萝卜去皮，手动切丝或是刨丝，我觉得细一点口感比较好，也比较好包。这个大概是 0.2 公分左右的粗细程度，有食物处理机的当然用食物处理机更快速，食物处理机大概秒速就可以完成，没有的没关系，就用手工刨丝，就刨到大概这样的细致程度，千万不要是那种大粗块，很难包。因为水分高，我们要稍微的把水分挤干，里面可以加入1小匙的盐或糖，稍微的脱身，顺便挤去多余的水分，这样等等的馅料才不会过湿哦。稍微搅拌一下，不用等太久，就可以挤去水分，就挤到水分不会滴落就可以了。如果想要用一个棉布袋帮忙挤也是可以。接着我们来炒香所有的馅料，先把猪绞肉出锅炒香，用五花绞肉或是梅花绞肉都很适合，这些部位带点油花特别香。然后先把油脂给煸出来，用煸出来的油脂来炒香其他剩下的配料，虾米、干香菇依序放入，把它们煸炒到微微的金黄上色，香味都出来。接着呛入所有的调味料，所有的调味料也是一样，出锅炒一下，特别香，特别好吃。然后我特别喜欢白胡椒粉哦，强烈建议喜欢的可以多加一些。白胡椒跟白萝卜真的很搭，其实应该说白胡椒跟很多馅料都很搭，我超爱白胡椒。就炒到整个香气全部释放之后，接着加入挤干水分的白萝卜丝，用大火把它们整个拌炒均匀。整个馅料拌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关火。太喜欢白胡椒了，再补一点。接着加入些许的冷压芝麻油，然后也可以顺便尝一下，至少这时候吃起来的咸味要觉得足够。要甜要咸就自己再微调咯。有些人怕馅料出水，会在这个步骤呢稍微勾一点点的芡，但我个人比较不喜欢勾芡，所以我这个是没有勾芡的版本。如果微微出水，把它倒掉就好。接着来做外皮的部分，把2种米粉全部加入调理盆当中，然后加入白砂糖，怕胖的呢也可以用零卡糖哦。先把粉类初步混拌均匀，接着冲入滚水，水温至少要摄氏85度以上。接着我们拿长筷子把它们搅到碎面片状，就尽量搅拌到没有干粉残留，花个1-2分钟搅拌要有点耐心。当然如果你是用揉面机或是食物处理机来搅拌，那就更快速方便。那我今天就是用手搅拌的方式，大概就是这样碎碎的疙瘩状，我们就可以淋入油脂。这时候就可以用手来搅拌，把碎面片揉捏成团就可以。如果揉捏的过程感觉有一点干燥，可以加入1到2大匙的冷水来调整面团的柔软度哦。可以用硬式的刮板刮一下把盆底的碎面片呢全部揉进面团当中。成功的面团就是像影片这样的柔软程度，然后盆底呢感觉也是蛮光滑的。
这个外皮就完成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质地，它是不会瘫软的状态，这是因为用了热水来烫面，如果是用冷水来揉成团，就会是比较容易瘫软的状态，比较像非牛顿流体，塑好形也容易变形，所以建议一定要用热水来烫面。准备来分割面团，建议全程呢带个料理用手套，然后手套上面抹一点点油，会很好操作哦。我给的外皮配方分量呢，大概可以做5个菜包，馅料的量呢大概可以做10个，主要是想让大家另外5个可以做其他的颜色。分割好的面团没有要操作的话呢，可以先包裹起来，避免表面干燥，就先专心做一份就好。这时候就稍微塑形，大约成圆形就可以，因为主要是要把馅料给包进去，圆形不用太圆没关系，中间挖个洞，感觉是做一个碗的形状哦。每次做这种点心就想到我小时候的这个美劳课，粘土真的没有白玩啊，做出来的碗形越深越好，因为可以放入更多的馅料。自己做嘛，就是喜欢那种皮薄馅儿多，喜欢多点馅就包多点馅，但我知道有些人是很喜欢吃皮的那种，那你馅就包少点，但喜欢吃皮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你直接吃汤圆就好了，你来吃什么菜包？真的很纳闷，可以有哪位爱吃皮的留言告诉我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皮延展性很好，所以呢非常好收口哦。基本上就是把封口捏合在一起，馅料别爆出来就好。接着这个地方仔细看一下，我会把它往下折叠哦。这个跟很多人做法不太一样，很多人这个就封口，但是我是把它往下藏起来哦，因为这样蒸的时候就不会爆裂，直接再翻过来平整的这一面哦，捏一个菱角，这样子蒸出来的客家菜包个个都非常的漂亮，绝对不会爆馅哦。如果你是把封口直接朝上，你会发现蒸出来的菜包很容易爆开，所以这个是小美角，一定要记住。不同颜色的也是一样哦，封口翻过来藏在底部，在光滑的那面捏出菱角，这样子的客家菜包卖相就相当的好哦。这个面团是紫薯风味的，基础配方加入紫薯粉就可以。刚刚说过这个面团呢，表面很容易干裂，所以做好之后呢，要在表面涂上一层油脂哦。有粽叶的呢，可以把粽叶剪小块，然后垫在底部，这样子的客家菜包就有粽叶香。那我今天没有，直接用烘焙纸就可以。把客家菜包放入蒸笼当中，不用直火水蒸的方式，也可以直接放入蒸炉当中或是水波炉当中，反正就是任何可以产生蒸汽的工具都可以。然后火力中火就可以，不要太大火哦，过大火力容易蒸变形哦。蒸汽产生之后开始计时，17分钟。就算你用传统电锅来蒸也是可以哦，都是从蒸汽产生之后开始计时。时间到后就可以开盖，准备开吃。超好吃的客家菜包等你交作业咯。Why did you do it? Why did you bring me back around? Make me go through it, only to burn me to the ground. Is it that easy? Saying my name to hear the sound. Never release me. It's kept in a box marked lost and found. One of these days I think I'm gonna turn it upside down. That's how it goes when you want it for a love that's bad. That's all I get, just the sweetest thing I never had. I can't regret, even though I may be sad. It's just the sweetest thing I never had.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更多的生活分享好物推荐，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次见，拜拜。Ooh, maybe you'll hear it in my voice, baby, when I sing it out, you won't have a choice. One of these days I'm not just gonna sing it to myself. That's how